鲸鱼的5个惊人秘密。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，此刻正在海洋中游泳。它的心脏有一辆高尔夫球车那么大，它的舌头和一头非洲象一样重。当它死去沉入海底，它的尸体会养活一整个深海生态系统，长达100年。但关于蓝鲸最不可思议的事实是，它的体内有超过37万亿个细胞，是人类的1000倍，却几乎从不得癌症。这些是鲸鱼的秘密，它们将彻底改变你对地球生命的认知。水下丙烯的哺乳动物，每隔几分钟，一头150吨重的蓝鲸必须做一件鱼类永远不需要做的事：浮上水面，呼吸一口气。因为尽管鲸鱼一辈子都生活在海洋里，它不是鱼，它是哺乳动物，和你一样。鲸鱼用肺呼吸，不是鳃。它的头顶有一个呼吸孔，本质上是经过5000万年进化迁移到头顶的鼻孔。一次呼吸可以交换肺中90%的空气，而人类每次只能交换10%到15%。它的体温维持在大约37摄氏度，跟你完全一样，靠一层厚达50厘米的鲸脂保温。更惊人的是，它们哺乳。蓝鲸妈妈每天产奶超过200升，脂肪含量高达35%。小鲸鱼每天增重将近90公斤，每小时大约4公斤。从出生时2吨半长到断奶时近8吨，只需要7个月。5000万年前，鲸鱼的祖先在陆地上行走，它们有4条腿，外形介于狼和河马之间，生活在水边。经过数百万年演化，它们回归了海洋，腿变成了鳍，鼻孔移到了头顶，身体变得流线型。但它们从未丢失哺乳动物的核心特征：用肺呼吸，保持体温，用乳汁喂养幼崽。海洋中最伟大的巨兽，每一个细胞里都带着陆地祖先的遗产。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，蓝鲸的心脏有一辆小汽车那么大，一个小孩可以爬过它的主动脉。当它深潜时，心脏每分钟只跳5到6次，每一次跳动将220升血液泵遍全身，一个可能超过170吨的身体。一头蓝鲸的体重相当于33头非洲象，或者25只霸王龙，或者大约2700个成年人站在同一台秤上。光是它的舌头就重约2.7吨，比大多数汽车还重。它的新生幼崽出生时就有2吨半，比一头成年河马还重。连血管都是巨大的，主动脉的直径大到可以让人头穿过去。但蓝鲸并非一直是地球上最大的动物。在进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，鲸鱼的体型并不突出，体型爆发性增长只发生在大约300万到500万年前，冰河时代重塑了海洋。寒冷的富含营养的海水制造了大量密集的磷虾群。能一口吞下更多食物的鲸鱼存活率更高，自然选择以惊人的速度推动了它们的巨型化。蓝鲸不只是今天最大的动物，它是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最大动物，比任何恐龙、任何史前海洋爬行动物、地球40亿年生命史上的任何生物都要大。每天吃4000万只磷虾，4000万，这是一头蓝鲸一天吃掉的磷虾数量。在觅食季节的每一天，蓝鲸大约要消耗3.6吨食物，差不多是一辆大型皮卡的重量，每天都要吃掉这么多。一个喉咙只有篮球那么宽的动物，怎么能吃这么多？靠的是自然界效率最高的进食方式之一——冲刺捕食。蓝鲸加速冲向密集的磷虾群，嘴巴张开到将近90度，一次冲刺就能吞入高达110吨的海水和猎物，超过自身体重。它的喉部数十条腹褶像气球一样向外扩张，然后它将海水从须板中挤出去，数百片重叠的角蛋白过滤板把微小的磷虾留住，让海水排出。整个过程不到10秒，而蓝鲸每天要这样做多达100次，能量账算起来惊人。每一次冲刺大约消耗1000卡路里的体力，但每次成功的冲刺能捕获多达50万卡路里的磷虾。这是500:1的投资回报率，让蓝鲸的进食成为有史以来能效最高的捕猎策略之一。但盛宴不会持续1整年，蓝鲸1年中有6到8个月几乎不吃东西，靠夏季觅食季积累的脂肪储备生存。
它们从极地密实区迁徙数千公里到热带繁殖水域，以每周大约1吨体重的速度消耗储备。37万亿个细胞却不得癌症。蓝鲸体内有超过37万亿个细胞，大约是人体的1000倍。每次细胞分裂都有可能产生致癌突变。细胞越多，意味着分裂越多，分裂越多，意味着患癌的机会越多。按这个逻辑，大型动物应该浑身是肿瘤，大象的患癌率应该比老鼠高，蓝鲸应该是游动的癌症培养皿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大象的患癌率和人类差不多，而鲸鱼拥有1000倍于人类的细胞数量，却拥有所有哺乳动物中最低的癌症发生率之一。这就是皮头悖论，以流行病学家理查德·佩托命名。他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发现了这个矛盾，他困惑了科学家几十年。鲸鱼是怎么打败概率的？答案似乎藏在它们的 DNA 中。随着鲸鱼进化出更大的身体，它们同时进化出了更多的肿瘤抑制基因拷贝。人类只有2个关键的 P53 基因拷贝，我们对抗癌症突变的主要防线。大象有40个拷贝。科学家怀疑鲸鱼也进化出了类似的基因扩增以及增强的 DNA 修复机制，能在突变失控之前捕获并修复它们。还有一种理论叫做超级肿瘤假说，在极大型动物体内，肿瘤自身可能会长出2级肿瘤，癌症的癌症寄生在原始肿瘤上，最终摧毁它。肿瘤杀死肿瘤，鲸鱼的身体可能把癌症自己的策略反过来用在了它身上。科学家们正在研究鲸鱼的 DNA， 希望开发出新的人类抗癌疗法。如果我们能理解一个37万亿细胞的动物如何避免癌症，我们或许能解锁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治疗方案。一鲸落，万物生。当一头鲸鱼在开阔大洋中死去，它的巨大身躯缓缓沉向海底，有时深达3000米以下。在海洋生物学中最非凡的事件之一中，这具尸体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。科学家称之为鲸落，它可以维持生命长达100年。第一阶段在几个小时内开始，移动型食腐动物、盲鳗、睡鲨、螃蟹、河端足类成群结队地涌向尸体。一次鲸落可以吸引数万个个体。在这个疯狂进食阶段，食腐动物每天可以吃掉40到60公斤的肉。一头40吨的鲸鱼可以在短短4到24个月内被啃得只剩骨架。但鲸鱼的贡献远没有结束。第二阶段是富集阶段，骨骼中饱含脂质开始向周围沉积物中渗漏油脂，创造出一个营养丰富的区域，支撑着密集的蠕虫、甲壳类和其他无脊椎动物群落。鲸落周围的物种多样性可以达到周围深海海底的3到5倍。然后是最终也是最漫长的阶段，化能合成阶段。细菌定植在鲸骨上，开始分解其中储存的脂质。这个过程产生硫化氢，为化能合成细菌提供能量。这些生物从化学物质而非阳光中获取能量。这些细菌构成了一个食物网的基础，可以持续50到100年。在鲸落遗址上已经发现了超过400个物种，其中至少30个物种在地球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。一些科学家认为，鲸落充当了深海生命的跳板，连接着广阔的贫瘠的深海平原上彼此隔绝的化能合成生态系统，比如热液喷口和冷泉。没有鲸落，整个深海生物群落可能永远不会进化出来。一头鲸鱼的死亡创造了100年的生命。在深海中，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。感谢观看。有史以来最大的动物，用肺呼吸，用乳汁喂养幼崽，每天吃掉4000万只磷虾，用37万亿个细胞对抗癌症，死后在海底创造一个持续100年的世界。鲸鱼不只是动物，它们是生态系统、医学奥秘和进化奇迹的集合体，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还远远不够。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